如果有天你睁开眼，发现自己身边都是火柴大小的人类，你会怎么办？眼前这个身体巨大的小胖，为了博得暗恋女神达西的欢心，出海工作却遇到了龙卷风，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被一群小人给绑架了。回过神来的小胖挣脱了绑住他的绳索，场面立刻一顿混乱。而就在这时，小人里的将军用一根长矛刺进了小胖的大脚，接着又命令士兵扔出钩索，勾住了小胖的裤子，把他拽倒在地。就这样，小胖被一群小人绑架成了俘虏，被带到了国内的小胖见到了国王以及公主，而将军为了讨好公主，称小胖是敌国的间谍。小胖看着周围的建筑，居然还没有自己高。人群中有人告诉他这里是小人国，接着他就被关到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监狱。在这里，他遇到了第一个好朋友霍瑞霄，而他关在这里是因为他想追求公主，但国法不允许。两人还没有聊完，就被到来的将军打破。将军说着，将军把各种各样的装置装在了小胖的身上，让他成为了做苦力的大机器。然而此时，敌对的小红国正在派人潜入皇宫，放火制造骚乱，好趁机劫走公主。城内的警报声惊动了将军，他立刻驾着小胖赶回城内。而深爱着公主的霍瑞霄却不愿意相信这个爱演戏的将军，他趁机打开了小胖身上的装置，恳请他营救公主。而此时公主已经被小红国的人绑架，还没等他们高兴，随之而来的是小胖的一张大脸，他将小人一个个都丢进了水里，最后将公主安全送回了花园。可此时警报声却再次响起，原来大火已经烧了起来，而国王也被困在了里面。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小胖却想到了一个令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方法。这个男人误闯到了小人国，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欢呼？原来面对着火势失控的情况，小胖灵机一动，脱下裤子对着皇宫就是一顿冲刷，直接浇灭了这场大火，拯救了国王。而小胖也从敌国的间谍变成了大英雄。看到这个场面的将军气得扭头就走了，而作为报答，小人们也为小胖在这里建造起了他的房间。渐渐的，小胖的威信提高很多，国王宣布他成为新的将军，而爱德华将军成为副手。心存嫉妒，愤怒的爱德华将国外的防御系统全部关闭，直接引来了敌对小红国的攻击。身为将军的小胖只得亲自出战，然而所有的炮弹打在一身脂肪的小胖身上，都被他弹了回去。随后，战神一样的小胖以一己之力击败了敌对小红国所有的战舰，一时间整个国家都视小胖为守护神。然而此时，嫉妒的爱德华将军得到了小胖遗落的一份机器人制造图，前往了小红国。你能想象这个和人类大小一样的机器人是一群小人国的小人建造的吗？很快，爱德华就带着建造好的机器人卷土重来。面对着和自己一样大的机器人，小胖当即就怂了，被机器人提着哭喊着认输。之前和众人吹嘘的谎言也被揭穿。随后，小胖被爱德华流放到了无名岛。醒来的小胖发现这里的建筑无比巨大，正感叹之余，一个巨大的玻璃瓶从天而降，扣住了他。等他再次醒来，发现自己穿上了可爱的公主裙，并且被一个巨人的小女孩关在了娃娃房内，完全把她当成了玩偶，不仅给她喂奶，还打扮成芭比娃娃的样子。正当他怀疑人生时，霍瑞霄找到了他，告诉他爱德华占领了国家，而且还抓了你的女神达西。听到此，小胖重拾信心，带着霍瑞霄回到了小人国，见到了达西。小胖把自己的遭遇全部告诉了他，并且鼓起勇气向他表白。达西听后很开心的答应了，这更加让小胖信心大增。他决定不再当那个说大话、爱逃避、自卑的自己，再次向爱德华发起了挑战。面对着这个和自己一样大的机器人，小胖这次没有退缩，直接和机器人搏斗了起来。可谁知机器人增加了电击的功能，这下可完了，小胖不一会儿就被电得不知东南西北。而看着自己的朋友被打，霍瑞霄知道自己该上场了，他骑着马甩着挂钩爬到了机器人的内部，摧毁了电击线路。没了电击的功能，小胖起身一记泰山压顶，终于打败了爱德华的机器人。勇敢的小胖也赢得了达西的一记热吻。故事最后，在小胖的建议下，两国和平相处，约定不再发动战争。影片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到了小人国，你会做些什么呢？我在评论区等你哦。我是小龟，我们下期见。